202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也揭晓了，就当量子世界在手掌中显现。大家好，欢迎回到宋时新语。今天啊，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了啊，3位科学家呢获得了这个奖项啊，他们在电路中发现了宏观量子力学的隧穿和能量量子化而获奖。那这个表述听起来是比较学术啊，但是它背后的故事啊，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它关乎一个物理学中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就是量子力学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先从一个看起来简单的问题说起，就是量子力学它有多大呢？想象一下啊，如果你把球扔向墙壁，是吧？会发生什么呢？毫无疑问，球会弹回来。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一个总结。就宏观物体啊，它不可能穿过固体障碍啊，《聊斋》里不除外啊。但是在量子世界里边儿，规则是完全不同的啊。学过量子力学的朋友都知道啊，在微观世界里边儿呢，粒子啊可以同时处于多个状态。那么可以穿过啊本应该无法逾越的这个势垒啊，就是隧穿效应。如果你某一天扔球的时候，球突然出现在墙的另一边，这就是量子隧穿现象，也是量子力学啊被认为离奇而反直觉的典型例子。当然还有可能是灵气恢复，对吧？但是问题就来了啊，为什么在微观世界里边遵循这个量子规律，而在宏观世界里边哎，就表现的这么经典呢？量子效应的 border 就是边界，它在哪里呢？是在某个特定的尺度上突然消失吗？啊还是说呢，就是理论上啊，宏观上也有量子的这种性质啊，只是我们很难观察到。所以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了，而且是一个实验的挑战。所以谁能制造出一个大到可以用手握住的系统，让它展现出量子行为呢？那么，约翰John Clark 啊，Michael Deverett 和 John Martinez 这3位获奖者啊，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做到了这一点。这个故事还要从伯克利说起啊。克拉克呢是1968年从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啊，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啊，专注于用超导体和约瑟夫森结来探索各种物理现象。到了80年代中期啊，刚从巴黎获得博士学位的呃Deverett 作为博士后加入了 Clark 团队，那么还有博士生 John Martinez 啊，3个人呢决定接受挑战，尝试证明宏观量子隧穿效应的存在。这个呀是需要极其精密的实验设计，就是他们必须屏蔽所有可能干扰实验的外界因素，然后精确测量电路中的每一个参数。那么他们使用的这个核心器件呢，叫约瑟夫森结啊，这是一个由2块超导体啊夹着一层极薄的这个绝缘层构成的结构。这个听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这个秘诀啊就在这个所谓的三明治里啊。说到这儿呢，我们频道的很多老朋友啊，可能会想起我们之前追踪的那个史文超导的这个故事啊，从 LK99啊各种尝试，虽然那些实验看起来最终没有获得成功，但它能让我们对超导现象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那超导体最神奇的特点是什么呢？那不仅仅是零电阻，更重要的是啊，超导态中的这个电子会形成什么呢？库珀对儿，对吧？所以在普通导体里边儿，电子呢是各自为政啊，相互碰撞，和材料发生摩擦，这就是电阻的来源。所以当材料冷却到超导态的时候呢，这个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电子开始两两配对儿，形成库珀对儿，像跳同步舞蹈一样的协调流动，完全没有阻力。所以这些电子啊，有一个非常反常的特性，就是它们失去了个性。普通电子还是有很强的独立性的，是吧？它遵循这个泡利不相容原理，2个电子呢不能处于完全相同的量子态。这就是为什么原子中电子要分布在不同的这个能级，就是这个壳层上面。但是库珀对儿不一样啊，2个库珀对儿啊可以处于完全相同的状态。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超导体中所有的库珀对儿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整体，用同一个
宏观的波函数来描述。那这个系统啊，虽然在物理尺度上是宏观的，这个我们电路啊可以是几毫米、几厘米的是吧？但是在量子描述上，它可以表现得像一个单一的粒子。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理解约瑟夫森结的这个精妙之处啊。所以当电流试图通过这个结构的时候呢，库珀顿啊需要穿过中间的那层绝缘层。按照经典物理是吧，这是不可能的啊，就像你不能穿墙一样啊，灵气恢复出来。但是量子力学啊允许隧穿，粒子有一定的概率可以直接穿过这个室垒，出现在另一边。所以在约瑟夫森结中啊，库珀顿就是通过量子隧穿来穿过了绝缘层。那更奇妙的是啊，因为所有的库珀顿都处于同一个量子态，所以这个隧穿过程啊是宏观的量子现象，不是单个电子的隧穿，而是整个宏观系统的集体的量子行为。所以这个结构啊，以Brian Josephson 就是约瑟夫森啊来命名。那么他在理论上预言了这种结构会出现的这种有趣现象。那么他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那理论学家这个呃拉格特呢，在2003年获得了诺贝尔学奖。他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约瑟夫森结中的这个宏观量子隧穿的理论，给这种新型实验就提供了灵感。那3位获奖者的实验装置啊，虽然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它核心思想呢，就是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理解，就是什么呢？你想想有个开关，初始呢处于关的位置，那为什么有个东西还挡住它了，是吧？它没法移动到这个开的位置就是这个关和开之间有东西。按照经典物理啊，这个开关永远会停留在关的位置，对吧？但是量子力学啊，他说呢，开关可以穿过这个障碍，然后突然出现在开的位置。所以他们就精心设计了这个超导电路的各种参数，就创造了一个特殊的量子系统。第一就是这个双示井结构，他们让系统处于这样一个状态，就是电流可以无电压的流动就像困在一个示井里边。那么系统想要逃离这个零电压状态，面前呢是有一道的这个室垒的。然后呢就是观察量子隧穿，他们向约瑟夫森结投入了微弱的电流，测量电压。最初跟想象的一样，电压是零因为这个波函数把系统锁定在了一个不允许产生电压的状态。但突然间系统会跳跃到另外一个状态，就电压会突然出现，这就是量子隧穿的直接证据，是吧？这个隧穿呢，而且不是单个的粒子，而是整个宏观的这种超导电流系统。然后呢，他们就证实能量的量子化。因为量子力学呢涉及到概率，他们进行了大量重复的测量，统计零电压状态的持续时间，就跟测量这个放射性这个原子核半衰期一样，是吧？那更进一步呢，他们向系统施加不同波长的微波，某些特定波长的这个微波会被吸收，系统呢会跳高到更高的一个能级。这就证明系统的能量是量子化，只能是特定的能量份额。就跟原子中的这个电子只能处于特定的能级一样。所以当系统吸收了更多能量之后呢，它隧穿逃逸的速度就变快了，这就符合量子力学的这个预测。所以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实验装置一个大概1厘米大小的硅芯片上制作了约瑟夫森结。那芯片呢被密封在铜管里边，用铜粉过滤到外界的噪声，还有微波接触口和电源连接器，这个手掌大小的这么个电路，竟然就出现了类似单个原子的这个量子行为。所以这个实验就直接回答了开头那个问题。量子力学原则上是没有尺度限制的，只要条件合适，比如说超低温精心设计的这么一个系统，宏观物体也能展现出量子形式。所以我们这个讲了很多我们要真正理解这项工作意义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量子隧穿的历史。那么很早就在1928年，近100年前，物理学家呢，
George Gamow 就意识到啊，量子隧穿呢是某些重原子核发生阿尔法衰变的一个原因。原子核内部的这个力啊相互作用就形成了一道势垒，把粒子呢束缚在核里边。但是偶然呢，有一块核物质，比如说阿尔法粒子啊，由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组成的阿尔法粒子呢，会突然出现在室垒外，留下一个转变成另外一个元素的原子核。那按照经典物理的话呢，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粒子它没有足够的能量爬过这个室垒，但是量子力学呢是允许它穿过的。那么这就是单粒子或者是少数粒子的量子隧穿。所以物理学家很快就开始思考啊，能否观察到更多的粒子的这种集体的量子隧穿呢？大家一块润是吧？获奖者们的实验呢就实现了这个目标，而且规模是令人震撼。他们的超导电路里面包括数十亿个库珀对是吧？这相当于数百亿个这个电子的集体行为，所以这些粒子呢就一起呢就被描述成单一的宏观的波函数啊，一起发生量子隧穿。所以这个理论学家我们讲 Leggett 曾经把获奖者的宏观量子系统啊和薛定谔的著名的这个猫悖论相提并论啊。因为薛定谔在1935年啊就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这个思想实验啊，把一只猫啊一个放射性的原子和一个毒药放在盒子里边儿，如果原子衰变，毒药释放，那猫就死了，对吧？如果原子没有衰变，猫还活着。按照量子力学呀，当我们打开盒子观察之前，量子处于衰变和未衰变这个叠加态，所以猫也应该处于死和活的这个叠加态。那么薛定谔他提出这个思想实验的目的呢，是想展示量子力学直接应用到宏观物体上的这个荒谬性。他认为啊，在宏观尺度上，量子特性它会消失的。但是啊，这三位科学家就是迪弗雷啊、马丁尼斯的实验就表明什么呢？在适当的条件下，涉及大量粒子的宏观系统确实可以表现出量子力学预测的行为。虽然这个超导系统啊，比一只小猫还要小很多个数量级，但是因为实验测得的是整个系统的量子力学特性，所以对于量子物理学家来说呀，这个它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就接近于薛定谔想象中的那只猫了。当然，我们永远无法让猫真正的展现量子特性，但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什么呢？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的边界呀，不在于尺度本身，而在于环境的干扰，就是所谓的推前纲效应以及系统的设计。那说到这儿啊，关注我们频道，可能朋友们都会问的，这个和SQUID 啊，就是超导量子干涉仪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啊。按照 SQUID 的核心啊，就是约束分解，通常是两个约束分解的组成的这么一个超导环路。正是基于对约束分解量子行为的这个深刻理解啊，科学家们才能把这个装置呢发展成极其灵敏的磁场测量工具。要知道 SQUID 有多敏感啊，它能探测到地球磁场的100亿分之一，所以这种极端的灵敏度啊，它来自哪儿呢？它就来自于量子的干涉效应，就是超导环路的这个宏观量子态啊，对磁通量的这个变化是极其敏感的，哪怕是极微小的磁场变化，都会导致可以观察的量子态改变。所以克拉克本人啊，就是 SQUID 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的工作呢，完美展现了诺贝尔奖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奖励那些既结识这种深层的机制，又能创造实用工具的科学家。那今天啊，SQUID 已经广泛应用于像医学成像，比如说我们测量人脑的这个微弱磁场啊，脑磁图，帮助你诊断癫痫啊，定位脑工作区域，还有就是地质勘探，比如说探测地下的矿藏和地质结构，再一个就是基础科学研究啊，材料里边比如研究超导材料是吧？测量材料的磁性，还有就是基础物理方面呢，就是寻找暗物质的微弱信号，探测引力波啊，还有这些等等等等吧。所以每一次我们追踪这个室温超导的这个新闻的时候啊，实验室里用来鉴定材料是否真的是超导的一个关键设备，可能就往往包括这个 SQUID 啊。所以当 LQ99那个消息传来的时候啊，全世界的实验室都在用类似的设备在进行验证啊，看看你复现的成功不成功啊，这个实验对不对？所以这就成了超导研究啊不可或缺的一个眼镜。
所以这次获奖啊，对超导研究领域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首先啊，它在概念层面确立了这个宏观量子系统这个概念的实验基础。哎，那么超导电路啊，不再只是一个经典的电学器件，而是可以一个用量子力学完整描述的这么一个系统。这就为后来我们说量子计算啊、量子模拟就是奠定了基础。另外一个呢，就是约瑟夫森结的这个工程应用价值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从最初的 SQUID 到后来的约瑟夫森这个电压标准，再到今天的这个超导量子比特，所以约瑟夫森结已经成为量子技术的多面手。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约翰马丁尼斯的后来职业生涯中是继续在深耕这个领域，成了超导量子计算机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曾经领导了谷歌的量子计算机项目，并在2019年宣布实现了量子的这个霸权就是用量子计算机完成了经典计算机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从80年代开始研究宏观的量子隧穿，到本世纪又建造了量子计算机这一条路线就清晰地展示了基础研究和它是如何催生革命性技术的。还应该说这次又有谷歌的获奖了，恭喜谷歌啊！对于我们说一直在关注这个史文超导的研究的朋友来说这次获奖是也有启发意义的。虽然 LK99这个尝试失败了，但科学界对于超导机制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理解宏观量子现象，掌握精密的这种测量手段，这些都是推进超导研究的关键能力。未来如果真的能实现室温超导约瑟芬森结和 SQUID 必然会是材料表征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诺贝尔奖这个委员会在颁奖词里边特别提到这项工作为开发下一代的这个量子技术提供了机会，包括量子密码学、量子计算机和量子传感器。所以这个不是客套话这是今天最先进的超导量子计算机，它的量子比特的核心就是约瑟夫森结。IBM、Google中科大的这些团队建造的量子计算机，都是基于超导量子比特的这个技术路线。所以这条路线的起点，正是对约瑟夫森结量子行为的这个深刻理解。所以，当我们操纵一个超导量子比特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操纵一个宏观的超导电路的量子态这个听起来是有点匪夷所思，是吧？一个肉眼可见的电路，竟然可以表现得像一个单独的量子粒子，这就是80年代那些开创性的实验所揭示的物理本质。所以马丁内斯在获奖工作中证明的这个能量量子化现象后来直接就应用在了量子比特的设计中。量子比特呢，利用系统的最低能态和第一激发态，分别代表0和1，通过微波的脉冲精确的控制量子的这个演化，量子态的演化，这就是量子计算机的基础。所以量子传感器呢，也可以应用在像很多领域，比如说超导量子干涉的器件，就是帮助我们这个以前所未有的这个精度来探测引力波、暗物质、生物磁场等等。量子力学不再是教科书上的理论，而是实实在在在改变我们认知的工具所以获奖者们的工作也开创了一个新概念，叫人造原子artificial atom。自然界的原子呢，是由离散的能级电子只能跳跃在这些特定的能级之间，吸收或者发射特定能量的光子。现在呢，我们可以制造一个宏观电路，让它具有类似量子化能级的结构这个就是人造的原子。但人造原子有天然原子呢它没有的优势，就是它有接线端子和插座，它可以连接到各种测量设备和控制系统中。我们可以设计它的能级结构，调节它的这个性能，让它和微波呢精确的耦合，以及给我们探索量子世界这个方法呢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这种灵活性。所以科学家们可以用人造原子呢来模拟其他的量子系统，比如说复杂的分子量子材料以及宇宙早期的这个量子场，是吧？这种量子模拟技术让我们能够在实验室里边重现那些难以直接观察或者计算的量子现象。所以回到我们开头提到的两个核心趋势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是体现的淋漓尽致第一个呢就是对深层机制的探索。获奖
这个回答了这个根本性问题，就是量子力学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啊，通过在宏观系统中啊观察到量子隧穿和能量量子化，他们证明了量子力学原则上呢它是普世的，边界不在于尺度本身，而在于环境这些推相关因素，这就是对量子力学基础的重大贡献。第二个呢，就是工具和应用的连接。像 Clark 马丁内斯的工作呢，直接就运用了 Squid 这些经济测量工具，并且给量子计算这些新兴技术奠定了基础。所以这个获奖就再次证明什么呢？诺贝尔奖青睐那些具有深刻的理论洞见，又有创造新研究手段的科学家就我们上一期讲的。那有意思的是我们说今年呢，就是昨天生理学医学奖也有同样的特征，就是对免疫系统TRAG 细胞机制的这个发现，它既是对生命基础规律的揭示，也直接影响了免疫治疗这些医学应用。这两个科学奖在不同的领域呼应着诺贝尔奖一贯的这个价值取向。那更应当注意的是这一次获奖表彰的是40年前的工作。诺贝尔奖往往需要时间来验证一项发现的真正价值。从1984年、85年的实验到2025年的获奖，这项工作可以说催生了无数的这个应用和后续研究，证明了它的深远影响。那昨天我们不是讲诺贝尔医学奖的也是在说了吗？这个 TRIG 的这个细胞它的免疫这种应用研究有200多项临床在做，是吧？所以明天诺贝尔化学奖揭晓在 AI 赋能科学研究的背景下，化学奖会花落谁家呢？我们知道 AlphaFold 预测 AI 蛋白质在去年已经获奖了，那会不会是有新型的催化剂或者新材料发现呢？这个都难说也可能是生命科学和物质科学交叉领域的这些突破性工作。那么，如果我们按照今天物理学奖和生理学奖这个医学奖的这个共同展现的趋势就是既有深层机制，又有实际应用价值，我们也许明天可以期待化学奖会奖励那些不仅推动了理论进步，也会提供新工具、新材料、新方法的这些贡献者。好的，这就是今天我们对于诺贝尔物理学奖2025年颁奖的一个解读，谢谢大家收看。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